素食料理的世界裡，很多人覺得最難突破的往往不是味道，而是口感。你是不是也曾經在家裡煎過這些蔬菜餅？結果起鍋後發現它是軟趴趴的，還吸滿了油，吃起來只有麵粉味，卻少了那種讓靈魂顫抖的酥脆感。今天呢，我想邀請你把麵粉先放一邊，不要用。这部影片我們要用科學的角度重新定義高麗菜餅。我會教你利用再來米粉的物理結構，加上厚切的空間哲學，做出一道外殼像餅乾一樣脆，內部卻保留蔬菜鮮甜水分的極致料理。這不只是一道煎餅，這是一場關於脆度的藝術。準備好了嗎？我們先來聽聽看這個聲音，你聽到了嗎？就像我剛剛說的，這是食材在火候洗禮之後，對我們發出最美的讚嘆。那我們現在就來備料。很多人習慣把菜切得很碎，以為這樣比較好熟，餅比較好成型。但在巴拉媽的邏輯裡，我們要的是物理上的厚度。所以你看，我今天是用粗切的方式。高麗菜葉在受熱時會微微捲曲，這些粗切的斷面會讓餅的內部產生許多細小的空間。這就是層次感的源頭。當你咬下去時，舌尖感受到的是一片片菜葉的疊加，而不是一團死板的麵糊。高麗菜切成粗條狀後，放入大盆中，把高麗菜洗乾淨，把高麗菜切碎。接着是色彩與香氣的堆疊。紅蘿蔔不只是配色，它還有油脂可溶的貝塔胡蘿蔔素，煎炸後會帶出一種深邃的甜。把紅蘿蔔切片，切絲。紅蘿蔔放入盤中，而靈魂配角是這個香菜。香菜在素食料理中扮演着高音部的角色，它的特殊清香味可以把高麗菜平淡的基調往上拉提，增加味覺的厚度。這盆蔬菜就像一個小型的生態系，每一種食材的切法都在為最後的口感打基底。香菜放入碗中，放入1杯的再來米粉。現在我們要揭曉這道菜最重要的祕密了。為什麼大家煎餅總會回軟？因為大家習慣用中筋麵粉或是低筋麵粉，麵粉的筋性冷了就會變韌變軟。但巴拉媽今天用的是再來米粉，再來米粉屬於長米種，它的直鏈澱粉含量高，這讓它在煎炸後能形成一種極脆且不含油的薄殼結構。這就是為什麼古早味的炸物總是特別酥，道理就在這裡。加入一點油，增加脆度，再加入一點點太白粉，是為了增加粘結力，讓蔬菜手牽手。再加上五香粉，還有白胡椒，這是在模擬老牌路邊攤那種讓人懷念的香氣厚度。你看這粉漿的稠度，它必須要薄而有力。我們不要吃太重的澱粉，我們要粉漿變成每一根菜絲的保護殼。切好的紅蘿蔔放進來，香菜。剛剛調的麵糊，給它攪拌均勻，讓粉漿完美的給它包覆在每一絲的蔬菜上面。這就是為什麼巴拉媽的高麗菜餅外皮像盔甲一樣硬脆，但裡面卻像溫柔的蘿蔔糕一樣綿密。鍋內放入油，高麗菜放在手上。稍微給它壓一下，放進去。下鍋的那一刻是火候與水分的戰爭。我們用的是半煎炸，油量要比平時稍多，讓熱能可以透過油脂均勻傳導。這時候請一定要記得蓋上鍋蓋，這是一個很多人會漏掉的步驟。差不多2分鐘，開蓋子，來翻面。壓一下，蓋上蓋子能產生內壓，利用高麗菜釋放出來的天然水蒸氣，
把厚切的蔬菜燜熟，並糊化內部的澱粉。金黃色的，你們看這顏色，這就是梅納反應最完美的呈現。每一塊餅都有它自己的脾氣，在鍋子裡要適時的讓它們大風吹換位置，受熱均勻，厚度才會扎實。在這階段，你可以聞到一股高麗菜的香味，還有油脂的香氣，這種混合的層次感真的很迷人。這就是家庭料理最有溫度的時刻，等待是值得的。都煎成金黃色，有煎香了，現在可以關火取出。最後，我們來堆疊最後一層味覺厚度。這款蘸醬是我們家孩子很喜歡的，我用了沙拉的圓潤，還有番茄醬的香甜，還有再加1茶匙的蘋果醇。再來擠一點點龍舌蘭蜜，這樣子攪拌之後，它的酸度能瞬間中和油脂的負擔，讓你即便吃完一大盤，依然覺得很清爽。料理就像人生，你要有鹹、有甜、有脆、有軟，層次豐富了，心靈也就滿足了。來試吃了。外殼好脆啊，吃到醬汁很好吃。我已經聽到我的嘴巴裡面有破碎的聲音了，很脆的感覺。你看我在咬，還是很脆的。這種厚實的口感，真的是快餐或者說外賣啊，永遠都做不出來的味道。因為每次送來家裡就已經不脆了。這樣子啊，每一口都可以咬得到高麗菜的清甜。還有香菜那種香香的一絲一絲的味道，還有一層薄如蟬翼的米香脆殼，這脆殼真的很厲害，大家可以試做看看，你就可以感覺到外面是一層很脆的，裡面咬起來好像蘿蔔糕的軟度。感謝大家今天花時間陪芭樂媽分享這份對於質感的追求。素食不平淡，它只是需要我們更用心的去挖掘。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，記得按讚、分享，還有訂閱，還要追蹤我的 Facebook 還有 IG。我們下道料理見，拜拜。